如果你生活在70年代的美国，恰好又是一位热血的爱国青年，讨厌像易拉罐一样的日本车，看不起一本正经的德国车，更看不上设计反人类的法国车，你一定会买一台价格便宜、血统纯正的美国车——福特 Pinto。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你买到的并不是一台带你迎娶白富美、实现美国梦的汽车，而是一台装着4个轮子、威力堪比切尔诺贝利的超大号凝固汽油弹。让我们关好车门，系好安全带，开始我们今天的开车之旅。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空气中不只有自由与摇滚乐，还有一种让整个底特律感到绝望的东西——日本汽车。丰田卡罗拉与达特桑510像蝗虫一样席卷了整个美国，它们便宜得像玩具，比割草机还省油，将那些体型庞大、每英里要消耗半个加油站的美式油老虎打得满地找牙。底特律的老板们彻底坐不住了，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做点什么，过不了多久，美国所有的公路都会被这些来自东方的肥皂盒所占领。于是他们决定，打不过就加入。AMC 的做法简单粗暴，他们找来一台 Hornet 旅行车，从中间锯掉一节，就变成了2厢小车 Gremlin。 但福特并不打算简单一刀了事。时任总裁里艾科卡，没错，就是那个创造了野马，被底特律当成神一样供奉的男人。他决定不再被动防守，选择主动出击。他给工程师们下了一道死命令：我们要从零开始造出一台重量低于2000磅、价格低于2000美元，而且开发周期绝对不能超过2年的小车。这就是著名的222计划。在那个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计算机辅助设计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年代，研发一台新车通常至少需要43个月，而艾科卡只给了24个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绘图板上的墨水还没干的时候，底盘就已经焊好了；当引擎还在台架上测试时，车身就已经组装好了。为了赶进度，福特的工程师们就像开学前最后一天才想起写寒假作业的小学生，省掉了一切他们认为不必要的流程。就在 Pinto 研发的第18个月，美国交通管理局突然扔出了一个301标准，要求车辆在遭受时速20英里的追尾时不能漏油，更不能起火。福特立即公开表示，为了美利坚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完全支持这项标准，然后便把 Pinto 送进了实验室。但测试结果简直就是一场史诗级灾难。工程师们发现 Pinto 的油箱位于后桥的后面，与后保险杠之间只有可怜的13厘米。为了达成艾科卡那个疯狂的减重目标，车身板件被做得像单层卫生纸一样薄，只要稍稍的一撞，后保险杠就会像手风琴一样瞬间折叠，将油箱推向后轴，后轴上的4个螺栓会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开油箱，里面的汽油就会像喷泉一样涌入成员舱。在11次追尾碰撞测试中，有10次发生了油箱破裂，唯一一次通过测试，是因为在油箱与后轴之间塞入了一块木板。工程师们吓得脸都绿了，连夜拿出了整改方案，在油箱里面加一个橡胶囊，价格仅需11美元。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敲开了高管办公室的大门。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这些工程师的三观像被压路机碾过一样碎得连渣都不剩。高管们推了推眼镜，扫了一眼那份只要11美元就能拯救生命的方案，他们没有讨论任何的安全与生命话题，
而是熟练地掏出了计算器，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一样快速计算着。30分钟后，他们合上文件夹，给出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无需处理，直接上市。1971年，福特真的创造了奇迹，在短短25个月时间里，像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兔子一样，凭空变出了一台新车。这台车就是福特 Pinto， 它的广告语是无忧的小车，它的起售价只要$1850。相比之下，达特桑510要$2050，本田思域要$2150。再加上 Pinto 那政治正确、像缩小版肌肉车一样的外观，对这些像火柴盒一样的日本车，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一时间，全美国的爱国青年血液都沸腾了。1971年当年，福特就卖出了35万台 Pinto， 第2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48万。如果你当时走在美国街头，每过一个红绿灯，都能看到这种像斑马马一样的小车。底特律在彻夜狂欢，媒体在疯狂赞美，所有人都在高呼，伟大的美国汽车工业又回到了巅峰时代。然而，在这一片喧嚣的繁华背后，死神的镰刀已经悄然架在了每一个车主的脖子上。随着几十万台 Pinto 像瘟疫一样扩散到全美的公路，人们惊恐地发现，这玩意儿根本不是什么无忧的小车，而是通往火葬场的免费门票。那些在其他汽车上只会让保险杠凹进去一点的轻微追尾，到了 Pinto 身上就会引发致命的大火。更绝望的是，为了达成2000磅的减重目标，福特把车身造得比易拉罐还要脆。一旦撞击时速超过40公里，车门就会因为变形而彻底卡死。有很多受害者都是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看着自己被活生生地烧成焦炭。然而，当时的媒体与 NHTSA 还天真地以为这些惨剧只是偶然个例。直到1972年5月28日，莉莉·格雷载着13岁的邻居少年理查德·格林校，开着那辆崭新的 Pinto， 正行驶在加州明媚的阳光下。当他开上高速并入主车道时，车子突然熄火，停在了路中间。几秒钟后，后方一台车避让不及，以28英里的时速撞了上去，油箱瞬间破裂，数十升汽油像喷泉一样灌入座舱。火花引燃了混合气体，汽车瞬间爆炸，化作一团火球。几个小时后，莉莉·格雷在医院中痛苦地死去，但某种程度上，她是幸运的。她的乘客13岁的格林校活了下来，但却失去了鼻子、左耳和手指，全身90%的皮肤重度烧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要接受超过60次痛苦的植皮手术。这次事故不再是报纸上的统计数字，而是一个具体活生生的受害者形象，让很多人意识到福特 Pinto 或许真的有问题。1974年4月，消费者权益组织汽车安全中心正式向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申请，要求召回福特 Pinto， 理由是该中心收到多起律师报告，在中等速度的追尾事故中，有3人死亡，4人重伤，指出 Pinto 的油箱设计极易在低速碰撞中破裂，但 NHTSA 却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启动缺陷调查。紧接着，上帝跟美国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石油危机爆发了，一时间油价贵得像红酒一样。虽然民间到处流传着 Pinto 会爆炸的都市传说，但在空空如也的钱包面前，美国人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1974年，
Pinto 的销量竟然在一片质疑声中逆势冲上了58万台的高峰。福特的高管们脸上都乐开了花，一边数钱一边感叹，原来只要油价够贵，美国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几乎被治疗费拖垮的格林孝家庭对福特发起了民事诉讼。紧接着多米诺骨牌倒下了，全美上百个破碎家庭排着队，将一纸纸血淋淋的诉状拍在了法官面前。但福特却一点都不慌，他们动用了底特律最顶级的公关与法律团队，否认了所有指控，称 Pinto 的设计完全符合当时 NHTSA 的安全标准，追尾起火是所有小型车的通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 Pinto 所独有。他们还动用了拖字诀，试图无休止的延期和复杂的法律程序，耗光这些受害者家庭最后的积蓄和耐心，逼他们撤诉。不过就在案件即将陷入死局的时候，1977年，一个叫马克·道伊的调查记者出现了。他化身现实版的詹姆斯·邦德，伪装身份潜入福特内部。经历6个月的卧底生涯，他终于找到了那份足以让福特下地狱的文件。这是一份由福特安全部门编写的名为《碰撞引发燃油泄漏和火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成本效益分析报告》。它还有一个更臭名昭著的名字 Pinto 备忘录。如果你想知道汽车厂商是如何看待生命的，这份备忘录就是教科书。福特预估，为降低事故中的起火风险，对燃油系统进行改进的成本为每台车11美元，涉及1250万台汽车，总计1.37亿美元。预计这些改进每年可避免180例死亡，180例烧伤与2000台车损。按 NHTSA 统计的赔付标准，死亡20万，重伤6.7万，车损700美元，会节省4950万美元。1.37亿对比4950万，这是个连小学生都会做的数学题。如果什么都不做，反而会多出8750万的纯收入。福特也正是这么想的。1977年8月，马克·道伊在《琼斯母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Pinto 的疯狂》的调查文章，公布了这篇备忘录。文章发表的第2天，全美舆论就陷入了暴怒。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立即启动了针对福特 Pinto 的缺陷调查。1978年2月，格林孝诉福特案正式开庭。法庭上出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福特的前总工程师哈利·布洛赫。他坐在证人席上，亲手撕碎了老东家最后的遮羞布。他证实，福特高层在 Pinto 正式量产前就已经通过内部碰撞测试，知道油箱存在巨大的起火风险。但在福特内部，成本审计员的权力远大于工程师。当时，工程师们被告知，如果要修复油箱，必须找到一个零成本的方案，否则免谈。这份证词立即引起了一片哗然。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那份 Pinto 备忘录。当陪审团的成员们看到福特竟然把人的生命像商品一样贴上20万美元的价格标签时，他们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彻底爆发了。最终，法院判处福特向格林孝支付 1.25 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与284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金，总金额高达 1.278 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针对个人数额最高的赔偿金。但这还没算完。1978年8月，印第安纳州的一位检察官科森蒂诺做出了一个震惊全美的决定，
针对印第安纳三姐妹在 Pinto 起火案中丧生的悲剧，以刑事过失杀人罪起诉福特汽车公司。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汽车制造商因为产品缺陷被送上了刑事审判席。虽然福特最终通过庞大的律师团赢得了官司，免于刑事处罚，但在这场关乎企业道德的全民大审判中，福特的公众形象已经彻底崩塌。巧合的是， Pinto 事件爆发时，恰逢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也许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美国消费者惊奇地发现，日本车不仅省油，而且不会在被追尾后变成一颗凝固汽油弹。仅仅2年之后，日本正式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汽车生产国。而底特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汽车王国，逐渐沦为了萧条的铁锈带。等一下，对于自黑，美国人可能更有发言权。1984年，美国动作喜剧电影《笑破铁幕》还特意调侃了一下这次事件。